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咽喉味厨房。酸菜鱼是一道经典名菜，但是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好，做出来的鱼片不嫩滑，而且很容易碎。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条2斤半左右的草鱼，有条件的也可以挑选黑鱼。鱼鳞、内脏和鱼肚里面的一些黑膜全部给卖鱼的老板娘处理干净了。鱼泡是个好东西，我们就不要直接扔了。接着把鱼肉对半切开。其实处理鱼片也是一个技术活，如果不会操作的，也可以让卖鱼的老板娘给你处理好。接下来把鱼头和鱼骨全部给处理一下。做酸菜鱼，鱼骨和鱼肉我们一定要全部分开来，用斜刀把鱼排给切下来，然后把鱼尾给剁下来。接着像视频中这样，左手按住鱼肉不动，右手用平刀依着鸡骨往后拉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切到自己的小手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把鱼片给下刀。今天的鱼片我们也不需要太薄，大约在1块钱的硬币的厚度就可以。如果太薄的话很容易碎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不好。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体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最后一片体成蝴蝶片，全部处理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胡椒粉，接着加入大半勺的料酒去腥，下手抓拌均匀，把调味料抓拌至化开。这里我们大约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至有一些粘手就差不多了。这也是我们的行内话抓出鱼浆。接下来加入半个鸡蛋清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再次抓拌均匀，使鱼肉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。鸡蛋清和淀粉是给鱼肉起个保护的作用。腌制鱼片加调味料的顺序也非常的关键，淀粉和鸡蛋液一定要最后加入，这种方法腌出来的鱼片就不会脱浆。最后加入少许的花生油锁住鱼肉的水分，同时还可以下鱼片的时候不容易粘连在一起。翻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再把鱼骨给下刀，像这种鱼排剁上2刀就可以了，我们也不要剁太细。全部处理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我们要把鱼骨熬成鱼汤，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鱼才有灵魂。接着我们准备一包鱼酸菜，像这种鱼酸菜我们一定要提前清洗一下，因为里面难免有一些添加。最好挑选这种带有菜梗的，因为这种酸菜酸味更加的浓郁。稍微的切小一些，这样可以使酸菜更好的释放出酸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2张豆腐皮切成小条，有些地方也叫千张，切好放在盘中。根据自己的喜好准备一些素菜，我今天挑选了一些黄豆芽，然后准备了一些上海青，也可以加入一些油麦菜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往锅中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花生油或者是猪油，油温烧至冒烟，我们把鱼头、鱼尾以及鱼骨一块一块的下在锅中。煎鱼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越锅越油，因为家里面的火比较小，这样就不容易粘锅。刚下锅的鱼骨不要直接去动它，像视频中这样锅动鱼不动。煎至2分钟左右，我们放动一下锅，把底部煎至金黄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2面都煎至金黄，煎制成视频中这样，下入提前切好的姜蒜片和葱花，
然后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。接着往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温水，水的量一定要一次加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鱼酸菜全部倒在锅中，然后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白醋，接着把鱼泡也加在锅中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烧开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出现了少量的油沫子，我们要捞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汤更加的清爽。接着加入小半勺的白糖调味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开大火把鱼骨煮至奶白。酸菜鱼好不好吃，鱼汤十分的关键，也是酸菜鱼的灵魂所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个漏勺，把黄豆芽放在漏勺里面煮一下，大约煮1分钟左右，煮至断生，我们直接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然后把准备好的豆皮也放在锅中，使豆皮吸收汤汁，变得更加的软烂入味。酸菜鱼里面加一些豆皮，这样煮出来的鱼汤都有豆香味。这个时候的汤汁也变得非常的浓稠，鱼骨也已经完全的煮熟了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，把所有的食材放在豆芽上面。接下来就是下入鱼片。下鱼片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火关到最小，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在锅中。这里我们不能一股脑的全倒下去了，一定要分散一点的下入，这样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，使锅里面的汤汁保持一个四开挥开的一个状态。鱼片全部下完，用勺子的背部稍微的推动一下，这里我们一定要轻轻的，不然的话鱼片很容易脱浆，而且很容易碎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做出来就不好看了。煮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大约煮15秒左右，连汤汁一起倒在大碗中，然后下入切好的姜蒜末，准备好的花椒也加在里面，加入一些干辣椒增加香辣味，加入炒熟的白芝麻点缀一下，然后下入切好的葱花，最后浇上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香味。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鱼，鱼肉鲜嫩爽滑，酸菜独特的风味融入汤中，让人胃口大开。那浓郁的汤汁配上米饭，简直是绝配。酸辣可口的味道和丰富的口感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收藏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